着牵挂，那些伤疤总会结痂，簇拥成时光的花，终会有人为你摘下。Don't feel lonely, moving on， 和时光说说话，光轻轻落下，就等它回答。愿你人还有他，但是情差偏忘，懂这人生充满很多遗憾，依然让爱震动下。流动资金全部转到国外去，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。我们账上1分钱都动不了，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。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。马上联系图 A0实验室的负责人，让他们派人来中国，结果实验室里还剩下的或者缺芯都可以向他们出售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把中国人的基因卖给外国人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，是重罪。我不知道啊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会铤而走险吗？所有的事你都参与了，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联系。谁？云长，是我。小冉，刚才听到我们说话了，对吗？云长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我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杰辉现在已经是个烂摊子了，你耗在这里也没有用。小冉，上了这条船就没有回头路了，你要想好了。嗯。云城一直在骗我，他说新药是在您的成果基础上研发出来的，是 SCQ-39的升级改良版，实际上是仿制国外的伪禁药。小冉，这么大的事情可千万不能乱说呀！签证版权，我亲耳听见的。伦理委员会还未审批通过，他就私自用于地下实验。新药致人死亡的传闻，现在看来应该都是真的。小冉，偏执的人一旦走进死胡同，那就是无药可救。现在报警没有有力证据，只有你的口供不足以将他绳之以法。爸，我真后悔。我想做出成绩给你看，但从来没想过会闹出人命。雨辰现在变得特别可怕，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他了。爸，我该怎么办？
哎呀，小然，别怕啊，知道错改了就好。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错，只要能跟我们一同吃饭，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女儿。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事吗？薇安，我想告诉你，杰辉研制出来的新药，对外说是 HCQ39的升级版，其实是仿制国外的伪禁药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他给我姑姑吃的药，我们已经分析出了成分，交给警察了。薇安，他还要去国外继续研发，为了筹集资金，他还要把实验室的血清卖给国外的实验室。他疯了！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外泄，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。只有你能劝他，他最在乎你，你还是劝他收手吧。他如果还有一点良知，他就不会害死我姑姑了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手机给我。我给你手机干什么呀？我还想在车上看会儿东西呀。去机场前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呀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嗯。开车吧。啊，张，你终于想到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找我。杰辉名下实验室的所有血清样本全在这里，市面上你想买都买不到。应该就是这了，因为已经10分钟没有动了。这附近全是仓库，应该就在其中一个。我报的价格，1分都不能少。放心，钱都会打到你的2账户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有点晕车，头好痛啊。全体注意，行动！不要！不要！别跑！东山，云城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
这次你彻底赢了。杜云成，你永远都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，从来不反省你自己。你把中国人的人体生物样本卖给外国人，这严重危害国家安全，这是重罪。一群罕见病患者的血清，在我手里起码能卖个好价格，在别人手里只会当垃圾扔了。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，有些人是活不下去的。牺牲一部分，没什么可惜啊。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？维安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，即使是你们看起来肮脏、罪恶的事，也无所谓，因为我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让你活下去。顾云正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你偷走了我的幸福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童年。你醒醒吧！我妈妈在结婚之前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。她去拉卡亚援助的时候，崔姐把你们一家3口的照片寄给她。她因为知道了自己丈夫的奸情，所以才精神恍惚，发生了意外。是崔杰害死了我妈。她在怀你的时候，杜永松已经有婚约了。为什么爷爷对你总是那样的态度？为什么杜永松不愿意搭理你？因为你就是崔杰处心积虑想要上位的工具。你在杜永松心目当中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麻烦。你离开我的家，是我的家。你讨厌，你走啊！你走，你走，走！云成，撒手！干什么呢？老公，都是云城不对，你别责怪云峥。云城，快跟弟弟道歉。你这孩子，云城，妈妈向你道歉，妈妈刚才不该打你的。我是爸爸的儿子，这到底是不是我家？当然是了，傻孩子，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啊？那爸爸为什么会跟云峥的妈妈结婚？之前，云峥的妈妈把爸爸抢走了，现在爸爸又回到我们身边了。大人的事很复杂的，你只要记住，你是爸爸的亲儿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就行了，知道吗？要是云峥的妈妈再回来怎么办？他妈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。被告人杜云成非法走私人体遗传资源，非法生产违禁药品，并致人死亡，情节特别严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41条、第334条，本庭宣判：处以有期徒刑15年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云城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找最好的律师帮你上诉。不用了，我犯了罪，应该受到法律制裁。没有你，你让妈妈怎么活呀？
继续做你的院长夫人、杜家太太，过着衣食无忧、让人羡慕的生活，不好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当年给远在拉卡亚的顾星辰寄全家福，也是为了我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从小到大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和爷爷偏爱顾云长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他们都看不上我。我越是要证明我自己，他们就越看不上我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我的出生是你进入杜家的一个筹码而已。我是个不被祝福的孩子。不是这样的，云城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能这么想。当初你到了上学的年纪，没有户口上不了学，我只是想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杜永松为了一个门当户对的顾星辰抛弃了你，你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为什么要让那个自私自利的人做我的父亲？你是真的因为爱我，还是因为要满足你那个嫁入豪门的虚荣心？妈，你累不累啊？为了做杜太太、杜家儿媳，你睡过一次安稳觉吗？你小心翼翼地讨好爸爸、讨好爷爷，不就是害怕再做错一次事，被他们赶出那个家？妈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难道不是你和杜永松造成的？不是的，云城，不是的，你听妈妈解释。云城，云城，你听妈妈解释。云城，云城不是这样的。云城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云城，不是这样的。杜云城，杜云城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判了15年。他怎么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？我们杜家几代的声誉就这么毁在他手里了。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儿子。不是他不配，是你不配做他的父亲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云城说的对，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。儿子都判刑了，你想的还是杜家的声誉。不是我的，强求只会遭到报应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当初害死顾星辰不是我的本意。出事之后，我也常年活在自责和内疚里。云城能有今天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们都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。从今天起，我会离开你。离开这个家。顾先生、苏小姐，感谢你们选择我司，我是你们这次专属婚礼策划师小齐。这3年来，其实我也为很多新人都打造他们的主题婚礼，所以说这一次呢，你们2位一定有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。就是我所设想的这些元素，在你们这边全都可以实现，是吗？当然啦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客人的想象力变为现实嘛。这个没见过世面呀。我第一次结婚，当然没有经验了。
难道你还见过什么不为人知的大世面？别瞎说。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？他暗恋了我8年。哪还有8年啊？怎么有8年？哎，苏小姐，重点是暗恋了。暗恋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愫，哎。哦，你们是医生啊，可以试试我们这边的医院主题婚礼。不用了。不要！我可不想我自己的婚礼变成单位的联欢会。有的人在单位里一直扮演奴役我的角色呢。哪有？哎，你们说份子钱包多少合适呢？怎么着得800、1000吧？那么多？哎，以我们的交情，2000往上走了。啊，院长好，王主任好，院长好。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？啊，我们科的顾云峥顾医生要结婚了，给我们全体人都发了请帖。哦，王老师，你也有一份红色炸弹，请签收。哎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顾远征人呢？为什么不亲自交给我呀？顾老师说有一些话不好当面开口，让我叮嘱你啊，这红包务必要包大一点。放心吧，我这个做老师的呀，红包肯定比你们的都大啊。有没有杜院长的红色炸弹呀？小顾有没有托你们转交啊？没有。啊，杜院长，那可能是小顾啊，打算回头亲自交给你。你们先忙，你们先忙吧。王老师说，杜院长，你有事情找我，您就长话短说吧。哎，你坐嘛。不用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以往的履历，无论是授课带教、临床实践、业绩成果，还是发表的论文专著，早就够评郑教授了。我让秘书给你整理了一份职称晋升的材料，已经申报上去了。辛苦杜院长了。不过，升不升教授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在乎。王焕忠都在审批上签字了，我这儿就更不用提了。所以你的申报很快就会通过。我叫你过来，就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其实，我已经在我的课题研究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比起这种成就，什么薪资、职称、职位，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就像我的未婚妻，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，可是她也可以在顶刊有高影响力的 SCI 一族，我为她感到骄傲。其实我看到你发给院里同事的请柬了，你们是打算结婚了吧？是啊。如果杜院长你想去参加的话，恐怕会有些尴尬。院长，以前很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
其实我心里已经能够接受小苏了。可是我暂时还接受不了您。或许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接受不了。有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不能原谅我吗？如果您觉得人活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幸福，是不是有些不公平？尤其是对于死掉的人。院长，你饶了我。如果杜院长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林一静、张宏坤、谢思言、吴伯涵、王启航。好了，宾客名单、手办礼还有流程，我都已经确定好了。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怎么了？要嫁给我了？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担心，如果婚礼那天我一不小心手抖，把盆花扔到地上，这算不算是婚礼事故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什么都不算事故。很多年后想起来，都是美好的故事。我觉得我现在幸福的不像话。还没来啊？着什么急啊？这不是快了吗？幸福啊，他们！瞧我们高兴的，这下我了个心愿吧。你跳得好不好？跳得好。本来以为还可以积累一些学校里的素材。走吧。此刻，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。那我想问到新郎的是，有什么话要对面前美丽的新娘讲吗？
维安，在拉卡亚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固执、逞强、自以为是。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在我眼中都变成了你执着、勇敢的闪光点。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的。但是现在，包括将来，我都会一直爱你，我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那么在此刻，新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？顾云峥，无论富贵，无论贫穷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会努力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永远。我努力。告诉我，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。我会陪在你身边。各位，此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两位新人为彼此戴上戒指。太好了！小老板，亲一个呀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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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，找寻1/1000的可能，困在这名为命运的城，却依旧追逐的行程。没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，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，让我拥抱你的裂痕，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下面是最期待的手捧花环节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想搞一个特殊，我想把我手上这一束捧花送给我的母亲赵美兰女士。你送给我了。希望兰姐可以收下这束捧花，延续我的幸福。赵叔，赵叔叔，我妈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以好好照顾她。她这个人呢，嘴硬心软。要是生气了，你就多哄两句。还有你，不要总是欺负赵叔叔，家务活也帮人家一起分担一点。你问问你赵叔叔，我欺负过他吗？还点头。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赵叔叔，我看咱俩这个家庭地位很像。哎呀，还牵着。谢谢大家。云峥啊，阿姨就把维安交给你了啊。是嫁女儿的话，
都被你一个人说光了，我都没词儿了。好啦，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维安。放心吧。罕见病国际科研学术大会第一次在华人召开，大咖云集，听到就是赚到。由顾云珍顾教授带领的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研发团队做了3期临床实验报告大会 ，GHS380取得巨大性突破，这可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呀！顾教授就是那个为爱改变研究方向，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帅哥教授吗？为爱治愈不治之症，看看他们，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呀？据说呀，当时研究舞蹈症最厉害的不是顾教授，是师娘。要说这个师娘啊，比顾医生还要传奇呢。本科学历却发表过不止1篇高影响因子的 SCI 遗作。师娘本身就是舞蹈症患者，当时她就是 GHS380第1个被试。若不是她，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性发展。我也好想成为像她一样勇敢的医生啊！快开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GHS380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进展，首先，我想感谢所有患者的信任。我记得我们第1批药物的第1次临床实验，实验组所有被试，其中有1位在短期内患上了恶性肿瘤，不幸离世。那次试验结果，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，可以算得上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位患者却主动捐献出自己的遗体，用作进一步的研究。如果不是当年所有患者的支持与奉献，我想，我们肯定不可能这么快的突破困难。经过整个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、辛苦奋斗，GHS380在改进之后，终于通过了3期临床实验，被批准上市，用作早期亨廷顿舞蹈症的治疗。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被批准上市、针对亨廷顿舞蹈症治疗的基因编辑类药物，我们也感谢可以获得各个国家级的基金、奖项他们的资助与肯定。这些看似重大的研究成果，其实只是整个医药科研进程当中很小很小的一步。每一个看似重大的科研成果，都离不开很多人背后辛勤的付出。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，才让我们可以触及到上天赐给我们的那束光。谢谢大家对我们实验室的肯定与支持。我还想感谢我的太太苏维安女士。这么这样的场合，苏医生怎么没来呀？是迟到了吧？我听说他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。是他挺身而出，以身试药，作为战友，作为伴侣，
在我的研究和人生道路上，不断地给予我力量。最后，我还想感谢所有勇敢的患者，感谢你们从未放弃过与亨廷顿舞蹈症的斗争。这扇希望之门是属于你们所有人的。 和时光说说话，光轻轻落下，就等它回答。愿你人还有他，但心情差偏忘，懂这人生充满很多遗憾。一人热爱着冬夏。 时间用芦苇，有爱能移。那双眼睛，你无人能及。是你让光有了痕迹。你听，月光泛起温暖，自由的呼吸。是你炙热，坚信过的珍珠。儿子。 你知道你名字的意思吗？当然知道啦，因为爸爸叫顾云峥，妈妈叫苏维安，所以我叫顾雨素，就是爸爸妈妈永远不分开的意思。喧嚣逐渐代替无声，我们沿着相遇剧本，像前夜的彩虹，还有穿过沙漠的风，都曾经是我们的坚守。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，找寻1/1000的可能，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，却依旧追逐着星辰。别担心，我爱着的迷途的人，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。让我拥抱你的裂痕，你如星灿烂，闪烁在落寞时分。前夜的彩虹，还